我和周岩结婚2年，这2年我步步痴缠，换来的却是他彻骨的恨意。一场严重的车祸让我全身多处骨折，卧床不起。作为3院优秀骨科医生的他，整整半年从未踏足我的病房一步。周遭所有人都默认我罪有应得，人人都说我蛇蝎心肠，是我霸道蛮横，逼走了温柔善良的灵堂，活该落得孤身无依的下场。我昏迷的40天里，耳边从未停歇过旁人的议论，病友、护士、医护家属无一不在替周岩庆幸我这场车祸终于让他得以解脱。所有人都觉得我是纠缠不休的祸害，就连我即将出院时，周岩的好友都暗自捏汗，感慨我又要回去纠缠折磨他。无人知晓，昏迷的黑暗牢笼里，我拼尽全力挣扎苏醒，在无边恐惧中煎熬了无数日夜，最终靠着一声水杯落地的巨响，骤然睁眼，挣脱了漫长的昏睡。病房大姐连声致歉，说是自己不慎弄掉水杯吵醒了我，我却心底庆幸，是这声响救了深陷黑暗的我。医生团队赶来检查，告知我伤势极重，后脑勺着地，造成颅内淤血，外加右手、左腿多处严重骨折和大面积软组织挫伤，整整昏迷了40天。好在淤血渐散，手术顺利，身体正在慢慢恢复。白大褂簇拥的人群里，我始终没看见周岩的身影。医生搪塞说他连台手术繁忙，无暇过来。晚饭时，隔壁病床大姐闲聊，好奇我日日念叨的周医生是何人，我轻声答，是我丈夫。大姐满是错愕，不解为何丈夫连她苏醒都无暇探望。我的人生向来孤寂，父母早年因父亲出轨离婚，我被判给经商的父亲，他常年奔波各地，只懂用钱弥补，从未给过半分陪伴。3年前父亲再婚，添了一个弟弟，我更是成了这个家的外人。母亲承受不住打击，早已移居海外。偌大的世间，我无亲无故，住院半年，唯有护工日夜照料我的起居。我与周岩本是同校医学生，我步步靠近，执意成婚，换来的却是他2年如冰的冷漠。他待我，连旁人口中被我逼走的灵堂的1/3温柔都不及。正沉思间，手背上的输液管突然血倒流，前来处理的护士是我的高中同学吴丽，她满脸不耐，动作粗鲁，肆意发泄着对我的厌恶。上学时起，流言便缠身，所有人都骂我狐狸精、恶毒霸道，如今更是默认我所有苦难都是报应。我早已无力争辩，让护工买来小桌，独自用不灵活的左手笨拙吃饭。就在这时，周岩一袭白大褂出现在病房门口，我瞬间狼狈僵住，可他目光掠过我，径直走向隔壁病床，只是替同事代班查房。隔壁大姐夸赞他年轻有为，他悉数避开，只专注处理病人伤势，全程未曾多看我一眼。待急诊铃声响起，他转身离去，再无踪迹。此后数月，我再未见过周岩，他永远忙碌不休，跨省学术交流、突发火灾救援、海外医疗演习，层层事由，将我们彻底隔绝。病房的病友换了一茬又一茬，昔日高傲的我成了圈子里最大的笑话。没人记得我曾是前途光明的医学生，只记得我痴缠周岩，逼走灵堂，如今重伤卧床，生活不能自理，是罪有应得。无人知晓，我当年实习时意外被手术刀划伤手指，伤及筋骨，再也无法精准握刀，只能遗憾放弃热爱的外科事业。漫长的康复期里，我咬牙坚持，粉碎性骨折的剧痛
从未让我吭过一声，训练师都惊叹我的毅力，说从未见过如此能忍痛的病人。4个月后，我终于摆脱器械，能够正常行走。出院那日，我独自办理手续，回到空荡荡的婚房。屋子里落满灰尘，看得出来周岩极少回来。刚坐下吃饭，手机弹出同学群消息，众人议论我出院，都哀叹周岩又要被我纠缠，有人不慎发错群，又火速撤回。我默然关掉手机，独自在冰冷的房子里熬过一夜。周岩彻夜未归。次日清晨，我收拾好东西，在医院走廊拦住了开完早会的周岩。同时呢，同事默契离场，留给我们独处的空间。他眼底带着淡淡疲惫，主动解释昨日连台手术结束时我已然出院。我释然一笑，递出手中的离婚协议书，轻声告知他，房子、车子我一概不要，从此我们两清，江湖不见。不等他回应，我转身离去，彻底淡出他的视线。我删掉他的置顶联系方式，退出所有同学群，远赴一座小城投奔表姐，决意彻底重启人生。夜里失眠，我坐在窗台发呆，始终想不通，他满心恨意，为何当初要答应与我结婚？表姐抱着我宽慰，单向的奔赴只是自我感动，爱从来都是双向奔赴。我的执念终究困住了自己，也压垮了他。我在小城定居，和表姐合伙开了一家药房。慢节奏的生活抚平了心底的伤疤，日复一日的平淡让那些极致的爱恨渐渐淡去。安稳半年后，我唯一的好友张欣发来婚礼邀请，盛情难却，我终究踏上了归途。婚礼现场人声鼎沸，我独自端着红酒静坐，却意外撞见了周岩。更刺眼的是，传言被我逼走的灵堂稳稳站在他身侧。全场宾客都在夸赞二人郎才女貌，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感慨他们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。无数道探究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我坦然侧目，看淡了所有非议。婚礼仪式结束，我准备和张欣道别返程，周岩却主动拦住了我。我疏离开口，直言我们无话可聊，转身便走。可就在我准备打车去机场时，他快步上前，死死攥住我的胳膊，拦下了出租车。空气凝滞，他看着我，嗓音低沉而固执，我们还是合法夫妻，你要去哪儿？我满脸错愕，那份我亲手递交，以为早已生效的离婚协议，他竟从未签字。他带我驱车去往海边，追问我执意离开的缘由。我满心疲惫，只问他，这难道不是他想要的结果？拉扯间，表姐的电话打来，语气焦急，质问我是不是好了伤疤忘了疼，非要回头重蹈覆辙。周岩接过电话，低声和表姐沟通片刻，挂断后带我回了我们曾经的婚房。屋子被收拾得干净整洁，早已没了往日的灰尘。他温柔提及我偏爱花茶的习惯，我却只剩疏离，只催促他次日一早去民政局办离婚。夜里我执意睡书房，辗转难眠，客厅的灯亮至凌晨，他静坐整夜，无人知晓他的心事。次日清晨，我早起等候，却只看到他留下的字条。医院突发急诊，他紧急返岗，贴心为我备好早餐。我拨通他的电话，始终是忙音，只能亲自去往医院等候。他的好友韩帆撞见我，一改往日的嘲讽，默默告知我周岩暂时无法下手术台，还将一兜我从前爱吃的零食放在桌上。只是今年过往，我早已改掉旧时喜好，心底毫无波澜。
我从清晨等到下午4点，周岩才拖着满身疲惫归来。我拿出离婚协议，催促他抓紧时间办理，他只求我给他5分钟，简单吃一口饭。可刚准备动身，急诊通知再次传来，病人突发脂肪栓塞，性命攸关，他只能再次奔赴手术台。等他处理完毕，民政局早已下班。我满心烦躁，却无从指责，医者仁心，救人本是他的天职。我决意当晚入住酒店，次日再来。下楼时偶遇科室前辈刘医生，他早已康复如初，由衷为我庆幸。恰逢刘医生升职庆功宴，他热情邀约我与周岩同去，盛情难却，我们只得赴宴。席间众人闲谈，刘医生直言周岩品性端正，从未与异性私交过密，让众人摒弃流言。我心底满是疑惑，灵堂明明已然归来，为何众人对此一无所知？中途我去洗手间平复心绪，偶遇刘医生的妻子杨姐。温柔细心的杨姐一语道破了我深埋心底的误会。杨姐告诉我，我昏迷住院的40天里，周岩从未缺席。他当初正在外省跟随院长做高难度手术，听闻我车祸重伤，当即不顾一切冲出会场返程，也因此被全院通报记过。我在重症监护室的日夜，他夜夜守在病房，趴在床边浅眠，从未间断。只是他向来沉默内敛，从不张扬付出，只在无人的深夜默默守护，故而我苏醒后从未见过他的身影。我彻底怔住，2年的冷漠恨意，无数个日夜的委屈心酸，在这一刻尽数崩塌。原来我从未被辜负，只是被蒙在巨大的误会里。走出洗手间，周岩静静伫立在门口，满眼担忧。饭局提前散场，我本想依旧入住酒店，他却告知我次日是周末，民政局休息，我只能暂时作罢。隔日一早，我下楼买早餐，看见他的车静静停在楼下。还未等我开口，他便告知我父亲生日，再三嘱托我们回去吃饭。我本想拒绝，可父亲的电话接踵而至。他语气虚弱，坦言身体数次复发重病，余下时日无多，唯一的心愿就是看看我过得好不好。终究抵不过老人的哀求，我随周岩回了陈家。许久未归，家中早已物是人非。父亲常年输液，身形憔悴，不复往日强势。继母温柔和善，弟弟陈南乖巧腼腆，对我格外生疏。饭桌上气氛沉闷，我满心隔阂，坐立难安。饭后我带着陈南喂鱼散心，片刻的安宁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心绞痛打破。父亲突发急症，全家慌乱不已。周岩沉稳施救，安抚众人，陪同家庭医生处理妥当。天色渐晚，继母再三挽留，我们只得留宿家中。深夜洗漱，我不慎在淋浴间滑倒，扭伤脚踝。周岩闻声冲入浴室，不顾我的抗拒，用浴巾将我裹好，温柔抱回床上，细心为我揉按消肿。昏暗的卧室里，气氛暧昧缱绻，他俯身吻我，温柔又克制。积压2年的委屈瞬间翻涌，我瞬间红了眼眶。我哽咽质问他，既然昏迷时默默守护，为何苏醒后始终冷漠，让我误会2年。他终于卸下所有伪装，将我拥入怀中，一遍遍致歉。就在误会即将解开之际，次日清晨，多年未见的崔旭突然登门。崔旭是我年少时的邻家哥哥，素来护我周全。可周岩见到他的瞬间，脸色骤沉，双拳紧握，
周身戾气尽显，是我从未见过的事态。二人借口外出庭院谈心，我追出去捡球时，意外听见了惊天真相。原来当年崔旭新悦我，见我满心都是家境普通、毫无背景的周岩，心生不甘与嫉妒。他自持家世优越，觉得周岩配不上我，先是拿钱羞辱劝退，被周岩拒绝后，又找人围殴他。得知周岩父亲在本地工作，更是丧心病狂，带人围殴老人，致使其重伤。而周岩的父亲后续因癌症离世，年少的周岩一边承受丧父之痛，一边深陷矛盾与恨意。崔旭满心愧疚，坦言是他亲手毁了我的幸福，毁了周岩的人生。我浑身冰冷，如坠冰窟，颤抖着追问此事是否与我父亲有关。崔旭沉默不语，周岩慌忙开口遮掩，试图让我不必深究。可我早已洞悉真相，我父亲素来强势，一心想让我嫁给家世匹配的崔旭，不满我执意追随一无所有的周岩，当年必然也暗中推波助澜。我冲进屋内质问父亲，他虚弱忏悔，坦然承认所有过错。他只是怕我跟着周岩吃苦受累，怕我所托非人，却用最偏执、最恶毒的方式毁掉了周岩的人生，也困住了我们2年的婚姻。我终于明白他极致冷漠的根源，他恨的从不是我，而是我身后的家人，是这份裹挟着伤害的感情。巨大的愧疚与窒息感将我吞噬，我狼狈逃离家门，漫无目的的游走街头。深夜醉酒，我一遍遍向周岩道歉，为我父亲的过错，为这2年的双向折磨。次日醒来，看着身边温柔待我的周岩，我依旧无法释怀。隔着一条人命，一场破碎的过往，我们的婚姻早已千疮百孔。我依旧坚持离婚，不想再让彼此深陷痛苦。周岩终于道出所有隐忍与真心。当年他并非刻意冷漠，只是深陷矛盾深渊。一边是深爱不舍的我，一边是父亲惨死的恨意与委屈。他无从抉择，只能刻意疏离，逼自己冷漠，也逼我远离，以此护我周全。我车祸重伤那日，他自责到极致，若不是他常年的冷漠让我抑郁迷茫，我也不会精神恍惚闯红灯，遭遇横祸。他坦言，当初答应和我结婚，从来不是报复，而是深爱。哪怕被恨意裹挟，哪怕良心备受煎熬，他依旧舍不得放手。我递交离婚协议那日，他才彻底恐慌，明白所有恨意都抵不过失去我的痛苦。这1年我远走小城，他默默追随，看着我安稳度日，不敢打扰，只默默守护。张欣的婚礼是他盼了1年的重逢机会，看见我执意离开，他终究慌了神，再也不愿放手。至于灵堂，不过是无关紧要的过客。当年入校同乘一趟列车，被旁人恶意造谣成青梅竹马。灵堂实习犯错，被医院退回学校，是他自己学艺不精，却恶意散播谣言，谎称被我逼迫出国，如今更是身患尿毒症，下场凄惨。而我当年放弃外科梦想，也并非传言中的霸道自私，是实习时为了护住低头操作的周岩，徒手接住滑落的手术刀，伤及手指，断送了行医之路。这件事，周岩也是多年后才知晓真相，所有误会尽数解开，我泣不成声。2年的痴缠与冷漠，2年的非议与委屈，终究是一场双向的错过与隐忍。我暂时搁置了离婚的念头，选择与他慢慢和解。风波落幕半年，我在小城的安稳生活被一场意外打破，表姐的女儿堂堂意外走失。我连夜赶回，
与表姐在公园找到熟睡的孩子，虚惊一场。生活重回平静，我与周岩的关系也在朝夕相处中慢慢回暖。不久后，周岩所在的科室拿下竞赛特等奖，医院奖励10日3亚全包邮，可携带家属。他小心翼翼邀我同行，我欣然赴约。沙滩之上，有人上前索要联系方式，周岩及时现身，将我护入怀中，高调宣示主权。他坦言，若我不来，他便打算奔赴我的小城，陪我守着药房，有我在，世间风景才算圆满。故事尾声，我转让了小城的药房，回到白城，入职3院药房，终于可以和周岩朝夕相伴，双向奔赴。婚后第一个清明节，我们相约一同回去给周爸爸扫墓。途中闲谈，我才知晓更多隐秘的温柔。大学时，父亲来学校看他，偶遇闹别扭的我们，见我身形单薄，便每月多给周岩500生活费，让他给我补身体，默默认可了我这个未过门的儿媳。周岩将这笔钱全数存下，多年后悉数交还我。他早已知晓我挡道的真相，感念我的善良与付出，从未因过往恩怨真正怪过我。过往所有的偏执、误会、伤痛，皆化为温柔过往。旅途终点，医院的孕检单递到手中，崭新的小生命，是我们和解与圆满的最好见证。历经千帆，所有的错过与折磨，终换来岁岁相守，情深不负。